还记得2天前邓凯威才刚刚上场对上洋基吗？平手局面，第二颗球是一颗 93.7 英里的四缝线，投到好球带的外面 ，Wells 追打430英尺的全垒打，邓凯威只投了9球 ，0.1 局就退场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太空人说好，让他下一场比赛去先发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，刚被打爆就让他先发吗？但是当你知道太空人的轮值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你就会明白，这不是荒谬，是没有选择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要在比赛开始之前，用 Statcast 数据告诉你，邓凯威明天会带着什么样的武器上场，精英打线对他的招牌 Sweeper 有多少抵抗力，还有明天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是什么。比赛结束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大豆说的有没有道理。先把太空人的先发轮值摊开来，我查了这份投手成绩表，看完只有一个感想：太空人今年的先发轮值合计 WAR 是负 1.3， 不是0，是负的。也就是说，整批先发投手加起来，对球队反而是一种拖累。太空人现在能投的人里面 ，Arigati 今年 ERA 2.0，WAR 是轮值里面唯一一个正常运作的先发，但他昨天刚投完，今天也轮不到他。Rose 今天先发精英队，防御率高达 6.25，Colors 则是后天才会先发，防御率也高达 6.75， 然后是伤兵名单。Hunter Brown 本季的 ERA 是 0.84， 是轮值里面最好的投手，但15天伤兵名单，预计5月底才回来。Javier 进了60天伤兵名单，今年前半季没有他的份。金井打野手臂疲劳复健中，回归时间没有定，所以明天这个位置本来是谁的呢？其实也是个后援投手，叫做 Ryan Rice。他本季先发2场，7局投出8次保送，平均每局超过1次保送，防御率是 6.5， 所以球队忍无可忍，直接把他踢回牛棚。然后球队看了一眼牛棚，找到本季太空人牛棚防御率 2.16， 最稳的那个人，也就是我们的邓凯威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太空人原来的计划，也不是奖赏，是太空人在一个烂掉轮值里面，把整个牛棚里最好的投手推上去。这位是邓凯威本季的第一次先发。现在说最重要的部分，大豆从 Baseball 财棒拿到精英主力打者本季对 Sweeper 的完整足球数据，总共332颗球，把每一个打者的挥空率、xWOBA 及球出数全部拆开来看。我相信这个东西你在别的地方不会看得到。先说整体，精英打线面对 Sweeper， 整体的挥空率是 30.5%， 平均击球出数是 80.1 英里。这3个数字告诉你什么呢？这批打线对 Sweeper 没有免疫力，所以压制力是真实存在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个别的打者表现又怎么样呢？先说邓凯威可以放心投的精英打者，首先是 Mile， 他对 Sweeper 的 xWOBA 只有 0.112， 就算把球打进场内，在统计上那颗球几乎不可能造成伤害，是完全压制的。Ward， 他面对 Sweeper 几乎不挥棒，刻意等球， xWOBA 是 0.193， 打进场内的平均击球出数是 79.3 英里，打不出任何的品质。然后是大家最担心的 Henderson，他本季7支全垒打，是整个精英打线里长打威胁最大的打者。那你知道他对 Sweeper 的平均击球出数是多少吗？ 76.1 英里，而他的强击率只有 27%。这不是强打者应该有的数字。也就是说 ，Sweeper 让他打不扎实，就算有挥棒，就算把球打进场内，力道都不够。这对邓凯威来讲是很好的消息。除了表现不好的打者以外，有2个打 Sweeper 特别好的打者。首先第一个是 Redmond， 他是明天最危险的打者。不是因为他打得最用力，而是因为他对 Sweeper 一球都没有挥空。19颗 Sweeper， whiff 率是0，他不是在猜，是真的看得懂这颗球出手之后的轨迹。打进场内，平均击球出数是 87.9 英里， xWOBA 是4×3.1。邓凯威对上他，不能过度依赖 Sweeper， 他会等到他想打的那颗，然后把握机会打击出去。第二位打者是 Kelser， 他的挥空率是 50%， 听起来很好，但是如果他打到球 xWOBA 是 8×14。挥得多，打到就是强击球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再说一个对邓凯威很有利的数字，精英的右打者对 Sweeper 的 xWOBA 只有 2×35， 而左打是 3×28。Sweeper 对右打的压制力明显更强。精英的打线基本上以右打比较多，整体结构对邓凯威算是比较有利的。但是上面所有的分析还有一个最大的前提，就是他的球速要回来。邓凯威的武器库核心逻辑是速差，他的四缝线有95英里以上 ，Sweeper 有85英里，打者要同时备战这2颗球，反应时间和视觉上都是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如果四缝线掉到93、94英里，速差缩小了，打者可以在中间找一个折中准备点，2颗球都兼顾，而 Sweeper 的效果会跟着速差一起缩水。邓凯威的开季四缝线均速有95英里，但这条线一路往下，
4月21号掉到 93.8 英里，4月25号对洋基最快只有94英里，而那颗 93.7 英里的四缝线，他投到好球带外面 ，Wells 追打就挥出全垒打。这是因为速球不够快的时候，打者有本钱追坏球，所以明天先发大豆只看一个数值，第一颗四缝线出手的速度。如果他的四缝线是95英里以上，说明他这几天的休息是有效的，武器库也很完整，上面所有的分析都有意义。如果他的速球只有93到94英里，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今天会是一场硬仗。说完邓凯威的武器，接下来我们说他的风险。第一个关卡是保送，你还记得 West 为什么会被踢走呢？2场先发7局8次保送，每局超过1次，这样子很难收拾残局。而邓凯威本季在牛棚的 BB% 是6，比 West 好很多。但是中继投手出现保送的时候，可以换人收尾；而先发投手出现保送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想办法把局面收拾干净。最重要的是，太空人的牛棚现在也不好。Abreu 一个人的 ERA 快13，你如果留下烂摊子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擦屁股。明天如果投了2局就出现2个保送，教练组就很可能把他换下来，因为保送是最大的地雷。第二个关卡是精英队的主场，精英的主场向来对打者很友善，今年球场因子偏向打者，同样的失投球在这个球场飞出去的几率要更高。前天才对红袜队打出爆炸攻势，整个打线状态正热，而失投的代价比平时还要更大。第三个关卡则是用球数，有媒体推测邓凯威明天可能只投2到3局，35球到45球左右。他本季单场最高才投39球，所以用球数是一个未知数。但是如果这个推测是对的，其实对他有利，因为他几乎全程面对第一轮的打者，用的 sweeper 第一轮的压制力是最强的。当然这个只是推测，比赛以后我们再观察看看。以大多来讲，我也觉得他这场球会投满5局的几率很低，3局到4局左右是我认为他这场比赛投球的极限。讲完了对明天的预测，最后讲讲看这个先发对邓凯威来讲意味着什么。短期来看，金井打野从伤病名单回来以后，邓凯威的轮值就很可能直接消失，让他回到牛棚。这不是他投的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名额的问题。但是金井毕竟回来还有一段时间，如果他连续投了2-3场好球，让球队说我们没办法让他回到牛棚去呢？你看这张轮值成绩表 ，Carlos 今年的 ERA 是 6.75，WAR 是负 0.4，32 岁，而且他今年的合约到期了，是轮值里面最有可能让位出来的人。如果邓凯威拿出好的表现，最没有理由继续让 Carlos 站着轮值。所以对邓凯威来讲，明天的比赛不是一场定生死，但每一场好的先发都是他跟球队谈判的筹码。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太空人的投手教练说的是找到邓凯威的定位，并且逐步拉长局数，这是一条路，而不是一次机会。说到这里，你知道台湾投手大联盟先发局数第一名是谁吗？陈伟英1064局，王建民845局，他们排了前2名。今天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个先发对邓凯威都意义重大。一个从屏东出发的小孩，他的路还很长，而明天只是他多走了一步。如果你看到这里了，赶快抬好闹钟，明天早上6点35分，让我们记得看邓凯威的第一次先发。我们不看比分，也不看胜负，我们看的是第一颗四缝线出手的速度，那个数字会告诉你邓凯威是什么状态。Sweeper 对精英整体有效 ，Rustman 是最大的变数。球场对打者很友善，记得千万不能保送，而好的球速是一切的前提。这就是比赛之前数据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我是大豆，明天一起早起看球。如果你喜欢大豆的影片，记得留言评论告诉我你觉得邓凯威明天的表现怎么样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比赛很可能已经结束了，你就可以知道大豆讲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呢？如果你不想一个人看球，也欢迎加入我们右上角的赖社群，大家一起看，一起帮邓凯威加油。如果可以，也欢迎你用一杯咖啡的钱加入大豆的会员，我会非常感谢你的。大豆说球今天就到这边，拜。